大部落的人，你的皮真奇怪。我迷路了。石牙，这下面有能吃的东西。哼，这是苦叶，吃了肚子疼。不是叶子，挖下面的根根。能吃，甜的。甜的，真的是甜的。你疯了！这是苦叶！是这位发现的，他是巫的弟子。火部落没有巫了，今年冬天我们都会死，请你留下，当我们的巫，所有人都听你的。我留下。巫，这篮子真能抓到鱼？让鱼自己的游进来，出不去。哼，鱼又不是傻子。这是铲子，挖地豆，比手快10倍，这叫套索，兔子踩进去就跑不掉。这天神的知识。石牙，今天食物怎么这么少？巫在做别的东西，食物不够啊。光挖不够，要种，把地豆埋进土里，明年长出更多。巫在做巫该做的事，一切听巫的。种植能否成功？明天的陷阱能否验证巫术？啊，活了，真的抓到了！这真的是巫术。鱼，这么多鱼！巫，我信了，您真的是天神的使者。火部落的废物，放下猎物，滚！这是我们的，谁拳头硬就是谁的，不放就死！火部落的废物，连兔子都保不住！跟他们拼了！拼，用3根木矛对6把石斧，然后让女人孩子饿死。巫说的对，猎物没了可以再抓。这叫抛石梭，以后不用冲上去拼命。又见面了，废物们！今天，啊！我的骨头，跑！耶！巫熊，太危险了，他更危险，必须在他找来前，先解决他。这样处理，皮子会变软，更保暖。天神啊，这像云一样软。死了。这个冬天，不会再有人冻死了。不漏水，黑水部落首领的宝贝也不过如此。火部落的，这片林子是我们的。我是火部落的巫，林子很大，各取所需，或者做笔交易。交易？你们有什么？桃。换什么？盐，还有你们那些吃了胀气的豆子。好，但下次我要更大的陶器。
好奇怪，太冲了。这不是直接吃的，等着。这是什么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是天神的食物吗？这是盐的味道，以后我们都会活得像人。豆子变成石头了。这叫豆腐，嫩滑鲜美。这些豆子一颗都不能吃，它们是种子，是未来。生病的废物，带走晦气！走，去找火部落，唯一的活路。放下我！一起活，或者一起死！救命！是那个鼠部落的人！抬进来，快！求巫救救我的族人，以后鼠部族愿为火部族做牛做马。起来，我们回去。狼尾，吃屎的畜生，出来！哼，老鼠回来送死了。迪西，那是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火部落的人，只跪祖先，不跪别人。是我。所有鼠部落的人，把你们身上旧的兽皮全部脱下来。这是我们的衣服，里面有虱子，会让人生病，全部脱掉，堆到洞外烧了。火芒族有制好的软皮给你们穿。这大木桶做什么？洗澡，用热水把身上的污垢和病气都洗掉。鼠部落的人先洗，女人孩子先来。洗完了，换这个。爹，这皮子好软，像梦一样。不是梦，青果，我们真的活下来了。青果，你之前说，在你们去旧洞穴附近有动物常舔的白色土地。翻过山梁的洼地里，地上的土是白的，很苦。鹿、岩羊都去舔。石崖，风雨，准备藤筐和工具，明天一早我们去那片洼地。就是那里，看，地上是白的，周围草都不长。真的像下了霜，但别处雪都化了。小心有毒！不是毒，是盐，是盐矿。盐？动物来吃，就是因为需要盐。这下面可能藏着比黑水部做100倍的盐。挖，把表面的盐霜和盐块都挖出来。记住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火部落最高机密，谁泄露，就是部落的敌人。那我们是不是再也不用怕黑水部落了？不止不怕，以后我们要用最好的盐换回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是，快走，回去提炼。
看，杂质都留在下面和滤布里了，蒸干水，剩下的就是最干净的盐。没有一点苦味，只有纯正的咸。天神的手段。这才是汤，以前喝的都是泥水。我活了30年，第一次知道盐是这个味道。我在东边山坡摘果子，不小心弄破这个，汁水溅手上，像被火烫了一样。辣椒，这是野生辣椒，比姜更厉害的宝贝。宝贝儿，这不是毒药，是让人在雪地里从心里暖出来的神物。带我去，全摘回来。这味道太冲了。冲就对了，等着流汗吧。哇，这真能吃？这叫水煮鱼，吃了它，冬天就像夏天。辣麻，但是好过瘾，好暖和。我感觉肚子里有团火在烧，手脚都不冷了。有了盐，有了辣椒、花椒，冬天最难熬的寒气也能顶过去了。光吃饱不行，还得穿暖，冻伤减员太不划算。这样手就不怕冻了。再教你们做鞋子，用软木做底，皮子做面，里面垫毛，裹住脚。是这样吗？你缝的比我好，以后做手套鞋子的活你带头。不冷了，真的不冷了，踩在雪上像踩在干草堆上，手暖和，力气都好像大了。这些小东西能让我们冬天多活下来很多人。这驴瘦巴巴的，宰了吃肉算了，养着废草。不，他们是劳力，比10个男人还有用的劳力。蒙眼睛干嘛？蒙上眼，他就不怕不闹，只知道跟着走了。看好了。地豆变成粉了。这叫地豆粉，用它加水，可以做出更香、更软、更容易吃饱的食物。驴拉磨一个人看着就行，省出9个人的力气去干别的。天神，这就是您说的工具的力量。这粉直接吃吗？不，要让它变个样子。看好了。火要稳，不能太旺，等一面起泡变色就翻面。脆、软、香，比煮地豆好吃100倍。这个软，你好嚼。有了石磨，有了驴，以后我们每天都能吃上饼。地豆粉还能存很久，春天也不怕饿肚子。有人带着驴朝我们来了！抄家伙，上围墙！我们是游走的驴部落，做买卖的，没有恶意，想来换点东西。我们没什么可换的。我是乌，你们有什么想换什么？上好的黑水部落的盐，换你们的粮食或者兽皮。陪他演场戏，把那个有瑕疵的陶碗拿来，显得很珍贵。我们这个是天神赐的陶器，换你2头驴，加上你口袋里那点石头。陶器，
换，我换。这盐比黑岩首领的还好。你们朋友之间，好东西自然分享。以后有好东西，记得先来火部落。花椒，竟然是花椒！又是没用的小果子。不，这是和辣椒一样好的宝贝，能让肉更香，能治病。驴蹄不识货，当垃圾塞给我们了。这个送你的朋友。以后在路上，如果见到奇怪的、不认识的东西，不管是植物、石头还是别的，都给我带来。火部落愿意为知识付费。火部落是我驴蹄永远的朋友，我一定把话带到各个角落。这也是武器，比抛石狼还厉害。抛石步要甩起来，动静大，这要弓可以藏在手里，安静，射得更准、更远。你眼神好，手稳，第一个学。好快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么细的棍子能扎进树里。手要稳，心要静。想象你的眼睛和剑尖连成一条线，指向哪里，剑就去哪里。我射中了，我射中了！这东西比抛石铜带劲儿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们要组建一支弓箭队，石府部落。哼。谁？出来！火部落的小崽子们，上次的石头很疼啊。把弓和兔子留下，跪下磕个头，也许只打断你们一条腿。黑刺，乌说了，石府部落的人再来我们的地方，就不用回去了。这一箭是警告，下一箭瞄准的就不是树了。滚！怪物，跑啊！黑刺看我们的眼神。黑羽看我们的眼神像要吃了我们，他一定会带更多人回来。怕没有弓箭，有抛石索，有围墙，他们来多少，收拾多少。可是打仗总会死人，我们刚过上好日子。舒尔说的对，不能等他们打上门，被动防守，我们的田地、盐矿、作坊都可能被破坏。他们占据离岸的山谷，有最好的碎石矿，我们的石斧、箭头都需要好石头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有30多个能干活的人。吴的意思是，主动打过去，吞了他们。不是屠杀，是征服，是吸收。投降者成为火部落的人，抵抗者消灭。我们要一劳永逸，解决这个恶灵，夺取资源，壮大自己。我同意。火部族，是时候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们不是好惹的。石牙，挑选最勇猛的战士，加紧弓箭和配合训练。灰皮，带人感知更多箭矢和藤盾。舒尔，你熟悉小路，带几个机灵的去查石府部落的洞穴和岗哨。是，无意。守卫松懈，洞里人不少，在吃喝。记下换岗时间和路线。抛石机用来砸开他们的洞口，或者轰击聚集的人群。石灰粉顺风抛洒，能迷人眼睛，让他们乱作一团。这些都是天神打仗的法子吗？是让人少流血的法子。他们洞口窄，一次只能出2、3人，但里面地方大，硬冲吃亏，所以不冲。用抛石戟和石头堵门，把他们逼出来，在开阔的地方打。风雨，你的弓箭队首要目标是射杀首领和任何拿石斧想反扑的人。明白。记住，投降不杀。我们要的是人，不是尸体。3天后，黎明，行动。是火部落，他们怎么敢冲出去？放箭！石府部落的人听着，我是火部落乌，你们已被包围，放下武器，走出山洞，投降不杀，反抗者死。
冲啊！跟他们拼了！待在洞里也是等死。拼？拿什么拼？他们的武器会飞，出去就是靶子。黑刺，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火部落有盐，有陶器，听说还能吃饱。放下武器，去那边空地蹲下。灰皮，给他们处理伤口。熄火，清点人口和物资。你不服？要杀就杀，耍阴招的废物！我不杀俘虏，但你不能再留在火部落附近。石崖，把他绑了，给他1天的口粮，赶出这片山区，自生自灭。共38人，其中能劳动的壮年20人。碎石矿就在他们山洞后面。从今天起，没有石斧部落了，你们可以加入火部落，遵守火部落的规矩，学习火部落的技术，一起劳作，吃饱穿暖。不愿意的可以像黑刺一样离开，但永远不能再回来。怎么选？凭什么听你这小矮子的？凭我是火部落的人，凭这是屋定的规矩，不干活没饭吃。舒尔，你为何训斥他？他负责搬运石料，却躲在阴凉处睡觉，耽误工程。你有什么话说？以前在石斧部落累了就歇会儿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火部落，规矩只有一条：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。偷懒耍滑，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。今天罚你今晚没有肉，多搬1倍石料，服不服？服。罚了偷懒的，也要想奖励勤快的。这几位干活实在，学得快，这就是火部落自己人。这鞋袜是奖励。谢物，所有人都一样，不管以前是哪个部落，现在只有火部落，守规矩，肯干活就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奖励。想当自己人还是外人，你们自己选。这将是我们火部落真正的家，不怕野兽，不怕敌人，但这墙要靠我们每个人的手垒起来，有没有信心？石崖，你带壮年队负责开凿、搬运大石做地基；舒尔带你的人挖地基沟。灰皮，组织女人和少年编更多藤筐，运送小石和粘土。嘿呦，抬起来哟！嘿呦，往前闯哟！对，这样糊在石头缝里，干了比石头还硬。真不敢想我们能做到。这才刚刚开始，等整个围墙建好，我们就在这里举办最盛大的围墙节，庆祝我们有了永不陷落的家。围墙节，火部落永不陷落。有人来了，不是商队，像某个部落的使者。终于来了。我代表黑水部落首领黑岩前来询问，火部落，你们吞并蜀部落，又灭了石斧部落，筑墙圈地，想干什么？我们只想保护自己的家，让族人过上好日子。哼，好日子！听说你们有很好的盐，还有陶器。你们的盐和陶器必须通过黑水部落交易，所得分1半。另外，这墙也不能再建了。回去告诉黑岩首领：第一，火部落的东西想和谁交易，我们自己说了算；第二，我们的墙会一直建到把整个山谷都保护起来；第三，火部落不怕任何威胁，想谈带着诚意来，想打我们奉陪到底。送客。黑水部落正在集结人手，联合了附近2个小部落，总人数可能超过100人。100人，如今咱们可战之力大概50人左右。若是硬拼，就算赢了，我们也剩不下几个。墙还没建好，最多能挡1面。他们如果4面围攻，墙不用完全建好，我们有地利，有高墙，还有他们没见过的东西。灰皮，石灰烧的怎么样了？记住，这东西叫石灰，沾水就烫，迷眼睛，吸进鼻子能让人渴死。用薄皮袋装粉，扔出去前沾点水，或者直接往他们人群里扔水罐，但千万小心自己人别碰。这是巫术，这是化学，是我们守墙的利器之一。黑岩以为人多就能赢，我们要让他知道，火部落的墙是吃人的。都动起来，
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来了，黑水部落人很多，正在下山。火部落的巫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开枪投降，交出制盐制陶之法，饶你们不死。不识抬举，给我攻！先攻破大门的，上岩时代女人人选。我的脚有陷阱！弓箭手自由射击，瞄露出来的，抛石机砸他们后队。放箭！大哥，硬冲不行，他们墙高但我们人多，用火射火箭进去，烧他们的屋子和粮食，逼他们出来，或者救火乱阵身。好，收集所有能烧的，晚上给他们来个火雨。是火箭，他们放火箭了！不要慌，按照预案，女人孩子提水沙，扑灭落在地上的火。弓箭手准备抛射覆盖火箭的来向，把我们的火还给他们。眼睛，我的眼睛，喘不上气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撤！先撤回来！今晚他们睡不着了，明天才是硬仗。他们在耗我们，我们的剑和石头不多了。看出来了，想累垮我们。等我们露出破绽，风雨节省箭支，只射最有威胁的目标，其他人轮班休息，吃干粮。西边那段墙被撞松了，再撞几次可能要塌。弱点被找到了，石崖，带人用木头顶住内侧，灰皮把剩下的石灰全部集中到那段墙后面。看到了吗？那段墙不行了，把所有力气集中到那里，撞开它，火不足就是我们的了。等人都挤在缺口，放他们进来一点。听我号令，先撒草木灰迷眼，再扔石灰水灌，最后弓箭手覆盖，一个都别放跑。杀进去！抢光杀光！冲啊！眼睛啊！救命！弓箭手放箭，一个不留。火不足的勇士们，随我杀出去，碾碎他们！打开大门，全军出击！看到黑了，往西山坳跑了，追！降者不杀，跪地器械者活！来呀，单挑啊！火部落的杂种，我跟你打！他不配。风雨，黑岩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说我们是废物。
这一剑，为了所有被你欺负过的小部落。厚葬他，他是个对手。清点伤亡，救治俘虏，我们赢了。他杀了我哥，让我杀了他！住手！无说了，怎么处置？由部落公议。是他，他用石斧砍伤了惠嫔的丈夫。我投降了，我没办法，黑岩逼我们。吾按部落旧规，杀伤我族人，需以命抵命。旧规是旧规，但现在火部落需要人手，他的手可以拿石斧杀人，也可以拿工具建墙、种地。我判所有俘虏，有血债者罚劳役赎罪，去最苦最累的地方建墙、开矿、垦荒，用劳动洗刷罪孽，年限视罪行轻重而定。表现好，可提前成为火部落普通一员；无血债、被迫参战者，考察后可直接加入劳作，观察其心。他们的家庭由部落共同抚养，享受最好的份额。他们的名字将刻在新建的英烈墙上，被所有人记住。这个判决，服不服？服，听吾的。伟大的火部落乌，我们投降，求不要杀戮。黑岩已死，战争结束。我不是来杀戮的。带我去你们的盐泉，难怪他们的盐又黑又苦，直接取卤水熬的，杂质太多。不过这洞里有别的宝贝，这些深色的石头，可能是铜矿苗或者别的什么。记下这里。那我们这里的人愿意加入火部落的，我们接收，迁往我们山谷。盐泉暂时封存，派少量人看守。这个洞穴和周围山区，以后都是火部落的领地。没想到，我活着能看到这一天。火部落成了这片山区最强大的部落。最强大？不，熄火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有了稳定的领地，更多的人口，盐，可能的矿藏，我们要建的不只是一个部落。那是什么？一个城邦，一个能让成千上万人安居乐业，有法律、有贸易、有文化，不惧任何风雨的家园。看，我们的围墙要建得更长更高，围住整个梦想。以后，部落大事由议事会共商，日常事务各司其职。我们要从一群人变成一个整体。是吾。从今天起，每天这个时候，我来教你们认识这个世界。这个我们叫日，这个叫斗。记住这些，以后才能看懂地图。日、斗、乌，学了这些就能像你一样厉害吗？能比我更厉害，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。系统有了，只是在传播，我们在变强。但这个世界很大，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？那条路通往的哪里？
新开的田离河远，浇水太费人力了，好多人手都耗在这上。人不能一直跟水桶较劲，要让水自己走上去。水自己走？这叫水车，水流推它转，它带着水上去，倒进水槽，水槽连着水渠，水就自己流进田里。那以后是不是不用人挑水了？对，省下的人力可以去建更多的房子，学更多的手艺。赚了，水上山了，天神啊！有了它，我们的田地可以扩大3倍。有要紧事，我这次往南走了很远，遇到一个叫白骨的大部落联盟的人。他们在打听北方山区突然冒出来的强大部落，好像对我们很感兴趣，不像是好事。白骨部落，仔细说说。他们的人很傲傲，看我们的陶器和盐，眼睛发亮，问我火部落有多少战士，城墙多高。我含糊过去了，但他们肯定还会派人来，几千人，还有青铜武器，我们打得过吗？强高良族未必怕他，但真要开战，我们刚恢复元气。先别想着打，他们既然派使者来打听，说明也有所忌惮。我们以礼相待，踏明虚实。你就是火部落多的乌，我代表白骨的大酋长前来看看，你们这儿弄得不错，使者远来辛苦，请。这东西有点意思。火部落的乌，你们确实有些本事。我们大酋长说了，北方山区以后都算我们白骨联盟的庇护范围。你们每年共营盐100袋，陶器50件，还有这水车的制作方法。作为回报，我们保你们平安，允许你们和我们交易。使者说笑了，火部落靠自己的双手立足，不需要谁的庇护。精盐陶器可以公平交易，水车是我们吃饭的工具，不外传。你最好想清楚，拒绝白骨的好意，后果不是你们能承受的。凭什么我们干最累的活，吃的还不如他们？你们是戴罪之身，有饭吃就不错了。就是，这不公平。争吵没用，看这个。从今天起，这是火部落的约法，刻在石头上，所有人都要遵守。不管以前是哪个部落，现在都是火部落人。约法说，劳作等同，食物就该等同。监工克扣食物，违反约法，罚。约法也说了，伤人者需劳作抵罪。他的刑期未满就必须继续劳作，但劳作期间享有同等食物和基本权利。再有内部申斗，按约法严惩不贷。有了这块石头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巫是真心要把所有人都捏合成一个部落。这个巫不简单，不光会造东西，还会管人。用一块石头就化解了内部纷争，收买了人心。我们原先的计划恐怕要变一变。大人，硬来或明抢都不易。他们墙高，人同心，那就让他们从里面乱起来。这昏睡草磨成粉，无色无味，混进水或食物里，四肢无力。下在公共水源或首领食物里，等他们瘫倒大半，里应外合。妙计！趁乱夺盐泉，带走工匠。那草没见过，样子好怪。那人眼神躲躲闪闪，不行，得告诉巫。
想下毒，我们早就发现了，换了水源，粉末也收集起来了，将计就计，一网打尽。你怎么会？按火部落约法，背叛部落者处死。至于你们几位使者，看来白骨联盟并不想和平。杀是下策，正好给他们大举进攻的借口；扣是中策，但养着浪费粮食，他们也可能放弃这几人。放，但不是简单的放。不简单。我们要让他们把火部落的强大和不可侵犯清清楚楚地带回去。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想用阴谋夺取、想用武力压服的火部落。回去告诉你们大酋长，火部落热爱和平，但从不畏惧想交易。我们欢迎带着诚意来，想打仗，我们奉陪到底，但代价你们要想清楚。他们真的会被吓住吗？短时间内可能会犹豫，会重新评估，但一个数千人的大联盟绝不会轻易放弃对盐、陶器和技术的贪婪。战争迟早会来，我们需要时间，需要变得更强。从明天起全面备战，但不是被动的防守，是主动的壮大我们自己。记住，你们训练不是为了侵略别人，是为了保护你们的田地、房屋、家人，保护火部落来之不易的好日子。保卫家园，保卫火部落。以前在黑水打仗只是男人的事，输了我们就成奴隶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能保护自己。战场上受伤的战士被救回来，康复后就是宝贵老兵。医者是部落的另一重保障。我明白了，乌，我会努力的。这好像不行，太脆，一敲就碎。温度不够，杂质太多，我们缺少更高温的炉子和更好的鼓风设备。这条路比想象当中难，但方向没错。记下来，继续实验。我们受够了白骨的压榨，火部落强大又讲理，我们愿意追随。不是追随，是同盟。我们平等合作，共同对抗强权，保护我们的家园和贸易。白骨大酋长季的侄子好大喜功，很可能主张立刻对我们用兵。但一些老成的首领担心损失太大，他们内部有矛盾，战争准备也不充分。这给了我们时间。驴蹄，继续留意，尤其注意他们何时集结，从哪个方向来。你的商队就是火部落的眼睛和耳朵。这是我们捕鱼时在上游河谷里捡到的，颜色好看，就拿来给乌看看。这不是石头，这石矿，这是铜矿，比铁更容易冶炼的金属。你们立大功了，快带我去那个河谷。这次我们炼铜，铜需要和锡混合成青铜才坚硬，但我们先炼出纯铜，打造工具也是巨大进步。锡矿再慢慢找。明白了，乌，炉子按您说的改，鼓风用驴拉转盘，带皮囊，风力更大。出来了，流出来了，
是桶水！成功了，快，小心浇筑！驴蹄用信鸽传回了消息，白骨联盟已开始集结战士，估计1个月内就会北犯。时间不多了，好，立刻全力开采铜矿，所有熟练工匠集中，优先打造铜矛头、铜箭头。灰皮，改良模具，提高效率。那就让我们的新牙齿在敌人身上开锋！火部落的勇士们，我们的盟友，白骨的大军就要来了。他们来不是为了交易，是为了抢走我们的盐、陶器、水车，夺走我们亲手建起的家园，把我们重新变成奴隶。但我们身后是我们的父母妻儿，是我们流血游汗建起的城。我们手中的新武器，不是为了侵略，是为了守护。这一战不是为了称霸，是为了自由。就誓死奋战！火部落万胜！万胜！从30人到300人，从石矛到铜剑，从山洞到城墙，这一路真像一场梦。但明天梦就要醒了，这一战将决定一切。我能带领他们赢下这文明存续的第一场硬仗吗？墙上的蛮子听着，我乃白骨联盟先锋大将蜀，现在开门投降，交出乌合工匠，可免一死，否则破墙之日鸡犬不留！杀！铜箭3轮齐射，目标无盾者和后排督战者。弓箭队放！他们的箭能破甲！盾车，快上盾车！弓箭手压制墙头！铜箭虽利，但数量太少。准备滚木雷石，长矛手就位，把云梯推下去。为了火部族，杀！杀！专打拿旗的和叫的最猛的。疼，好疼！忍着点儿，马上好。乌说了，活下来就有希望，按住这里。告诉我爹，我没给火军团丢人。城门撑不了多久，让我带一队死士从侧门杀出，烧了他们的壮木和盾车。准。石崖，带你的人掩护熄火首领，记住，烧了器械就回，不可恋战。是。为了火部落，烧光他们！后面有敌人，拦住他们！火部落万胜！首领！废物！一群废物！
熄火首领用他的命为我们赢得了喘息之机。敌人器械被毁，士气已挫，今晚他们必然后退休整，防备松懈。我们不能让首领的血白流。风雨，挑选最精锐的弓箭手和夜行者，石崖集结所有还能战斗的勇士。今夜子时开城门，随我夜袭敌营，斩将夺旗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敌军主将蜀的中军大帐。风雨，你带弓箭手潜入外围，优先射杀哨兵和巡逻队，制造混乱后，用火箭点燃粮草和马棚。我和石崖带主力直扑中军，记住，快进快出，斩首即退。是。放箭。你鼠蚁伏诛，火部落退！杀了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不可！你先走，这是命令。把首级带回去，提振士气。快走！风雨，带弓箭手占据那个土坡，掩护石崖冲锋。是。跟我出城，救吴，救兄弟们！吴，追不追？穷寇莫追，救治伤员，收敛遗体。我们赢了，但代价太大了。先扶我起来，我们回家。躺在这里的是我们的兄弟，是我们的英雄，他们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家园，我们的未来。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刻在英烈墙上，他们的魂灵将永远与火部落同在。火会吞噬躯体，但英雄的精神将如这火焰，永不熄灭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石崖勇士战功最著，为人公正，我们都服他。我怕做不好，辜负了熄火首领和大家。熄火相信你，我们也相信你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有议会，有全部部落的人。这根权杖不是权力，是责任。我石崖在此立誓，必以生命守护火部族，遵循巫的指引，带领大家走向更强。拜见石崖首领。巫清点完了，完整的青铜名头12个，短剑5把，还有一些像锄头的东西。另外，在他们的粮库里发现几袋没见过的种子和这种快艇。我们还抓了10几个俘虏，有几个是工匠。种子和快盐交给负责农田的人，试着种下去。青铜器、灰皮，你带人研究，看能不能学会他们的铸造方法。至于俘虏的工匠，分开询问，愿意留下真心传授技术的，可以给予优待；抵抗的，先做苦役。白骨联盟这次损失惨重，但根基未动。我们需要这些技术和种子，需要变得更快、更强。真正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。你不杀我们，还给我们地。火部落需要技术，需要人才。技术没有部落，但掌握技术的人可以选择归属。在这里，你的手艺会被尊重，你的家人会安全，你的创造能真正造福很多人，不比在白骨只是为酋长和贵族打造武器强吗？我愿意试试。这细小的种子真能长出很多粮食？这叫素，耐旱，产量比地方稳定，能储存更久。这芋头快耕能吃，叶子也可用。如果成功，我们的食物种类和储存能大大增加。我会每天记录它们的变化。技术会流失，人会老去，
但知识被记录、被传授，就能一代代传下去，越积越厚。火部落的未来，不光靠强壮的胳膊，更靠聪明的头脑和不断积累的知识。这里，就是点燃更多智慧火中的地方。我想学造水车。我能学认字吗？当然可以，在这里，只要你想学，就有机会。听说白骨大酋长都发怒了，正在调集更多人马，还有真正的青铜大军。我们留在这儿，等大军一到，还不是死？在这儿天天干活，吃的也就比猪只强点，还不如当初战死。别急，等机会。听说他们那个屋也不是一直那么神。这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我去把他们抓起来，按约法处置。不，抓几个小喽啰没用，反而让其他归附者离心。我们需要一场神起。神起？对，让所有人都看到，也让自己人更加坚信，火部落的强盛是天命所归，是文明对野蛮的必然胜利。看，这便是天火，是文明之火。它眷顾努力、智慧、团结的火部落。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任何背叛与阴谋，在这天火之下，都将化为灰烬。伟大的火部落巫石崖首领，我代表白骨联盟的和平之声而来。此前蜀的鲁莽并非联盟本意。我们带来礼物，望化干戈，重开交流。他们杀了熄火首领，伤了那么多兄弟，现在打不过了就来求和，不能信。听听无妨，我们也需要时间恢复，但要警惕。见，当然要见，但要站着见，不是跪着求。他们送来玉帛，我们自然以礼相待，但他们若还存刀兵之心，我们也要让他们看清楚。石崖，以罪他们进来，但也是在广场会谈，让所有族人都看着。我今日是代表大酋长前来，希望双方正式停战，可以互派常驻使者，开展大规模贸易，甚至建议进行技术有限交流。原则上，我们欢迎和平与贸易，但是白骨联盟需严惩助战派，并对熄火首领的牺牲做出正式道歉和赔偿。我会尽力带回条件，劝说大酋长。条件很苛刻，他们内部助战派势力仍强，未必会全答应。但这能为我们争取更多时间，也能离间他们内部。告诉驴茬，加强对白骨内部动向的侦查。和平从来不是靠祈求得来的，是靠实力和准备赢得的。我明白了。巫，你觉得真能有和平吗？也许会有短暂的和平，但两个都在上升期的文明体靠得太近，冲突是迟早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段和平里跑得比他们更快，长得比他们更壮，直到有一天，即使没有围墙，他们也再也无法威胁我们。这锄头真轻便，比我们的石锄好多了。怎么换？3袋你们的粟米，或者同等麻布。他们的铜器铸造果然有独到之处，比我们的更规整轻便。记下价格和样式。盯紧那个老家伙，还有注意有没有我们的人和白骨的人接触过于频繁。很好，很好，大酋长会记住你的功劳，继续潜伏，密集他们铜矿产量，密清他们工匠坊的防御换班时间。下次集市老地方。是，大人小心，他们盯得很紧。和平，这只是为了看清老虎有多少颗牙，睡在哪里，睡在哪里。乌首领，内燕确定了，是原黑水部落的一个小头目，对当初分配劳作一直不满，何在套取我们的布局和情报，重点是铜矿和工匠坊。要不要现在抓人？不急，抓一个小喽啰，惊了这条老鱼不值。他们将计就计，我们何不来个请君入瓮？舒儿，你做得对，给他的图，矿的位置偏了5里，还在那个山谷里加强巡逻，做出重兵把守的样子。石崖，派一队生面孔，在错误位置附近秘密运输些石头，装得像那么回事。至于工匠房的换班时间，风雨调整真正的防御，外松内紧。
我们要让何相信他拿到了绝密，然后等他或者他的人自己跳进来。从今日起，这里不再是简单的部落，而是盐城，是我们用汗水、智慧甚至鲜血建起的家园。法典在碑，人人平等，共尊共守。愿文明之火永耀盐城！盐城万世永昌！盐城，好大的口气！青果医师，我爹早上还好好的。这不是我们的草药，味道怪，有毒！快通知乌克首领封锁这口井，所有喝过这口水的人集中到一路观察，快！有人投毒，是昏睡草，但用的是新鲜的汁液或浓缩物，毒性更强，不是要人昏睡，是要命。白骨的人，他们竟敢在井里下毒！不一定直接是河的人，太明显，可能是内验，或者被收买的其他人。舒儿，立刻暗查最近有谁接近过这口井。风雨，带人保护好河和他的随从，不得离开客舍半步。青果，全力救治，按中毒处理。公布真相，是有人投毒，不是天神降灾，更不是疫病。稳定人心。饶命啊！是白骨的人逼我的，他给我珠子，说事成后带我走。我不知道那药这么毒啊！杀了他，为中毒的人报仇！此人胡言乱语，我白骨诚心交好，岂会行此卑劣之事？定是有人挑拨离间。何使者，这是从投毒者身上找到的。地图画得不错，可惜是错的。玉珠也是你们白骨的特产吧？这定是有人陷害。是不是陷害，你心里清楚。我盐城热爱和平，但从不惧怕战争。这些礼物你带回去，交给大酋长。盐城的井，不是谁都能染指。今日之事，我暂且记下。但若再有下次，我将视之为全面宣战。玉石俱焚，勿谓言之不预。送客。这下算是彻底撕破脸了，他们肯定会报复。脸早就没了，只是维持着遮羞布。这次强硬反击，他们反而会犹豫。施压，全面备战升级，青铜弩炮的研制要加速。是，那我们还要和白骨贸易吗？贸易，当然继续。我们需要从贸易中获取信息，设立专门的设场，严加管控。和平的假面有时候比战争更有用。成了，射程超过150步，能破重甲，就是上弦太慢，要专用绞盘。可以造小一些的，用手臂或脚蹬上弦，射程70-80步，但发射快，可以给弓箭手用。好，就叫床弩和手弩，优先生产要床弩，部署在城墙要害，组建专门的弩兵队。灰皮爷，你们立了大功。这灰浆比粘土结实10倍，砖也比石头好砌。这叫原始混凝土。有了砖和它，我们不仅能建更高更厚的墙，还能建更大的仓库、水渠，甚至真正的宫殿。我们的城要变成一座永不陷落的堡垒。白骨在积极备战，还想拉拢大河部落，对我们很不利。这是我们捕鱼时在更西的支流沙滩里发现的，亮晶晶的，很重。这是锡，是锡矿石。老天，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，我们有了铜，现在又有了锡。灰皮爷，立刻过来，可以铸造真正的坚硬的青铜了，不是纯铜，是青铜。
成了，真正的青铜剑，比白骨的更好，更硬，更韧。用它能轻易斩断以前的铜剑。从今天起，盐城进入青铜时代，优先装备卫队和精锐战队。尊敬的盐城屋石崖首领，我代表大河部落联盟而来，久闻北方崛起一座新城，特来拜访，欢迎远方来客，请。白骨的使者说，你们是野蛮好战的部落，如今看来所言不实。贵城之文明开化，令我叹服。白骨说，你们垄断盐铁，欺凌小部落。使者请看，我们与盐阳溪流诸部平等同盟，盐铜之力从未禁止交易，同祖无欺。至于垄断，白骨买走的盐和铜器可一点不少。看来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并不一样，或许我们之间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。比如我们西方的玉石、珍珠、锡锭，换贵方的青铜器、精盐和这奇妙的酒。屋果然磊落，锡矿之事，我联盟必守口如瓶。我们还可提供一种叫马的迅捷牲畜的信息，他们在西边更远的草原，或许对贵城有用。马，多谢使者。愿我们两城之意，如大河本流，长存不息。大河部落的使者已经和火部落联合了，不能再小打小闹了，应联合所有能联合的部落，以北方火部落威胁全体农耕文明为名，组建联军，发动决战，同时派死士潜入盐城火部落，目标不是破坏，而是绑架或刺杀乌林野，或那个医术高茂的青果，制造混乱。盐城不除，我白骨永无宁日。就按大祭司说的办，就说盐城有魔神宿住，要吞遍天下。至于那个巫和女医，抓活的。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用他们的血祭旗。遵命。白骨境内大规模军队调动，多个辅助部落被征召。我们现在兵强马壮，城墙坚固，不怕他们来。上次是攻城，下次可能就是灭国之战了。他们不会再来硬碰硬。传令，全城进入最高警戒，内卫扩大监视范围，尤其注意生面孔和近期行为异常者。通知同盟部落提高警惕，准备支援。风雨，加派1倍人手，暗中保护青果医师和智者之屋的重要工匠。我怀疑他们的目标不止城墙。是，您自己。我就是最大的诱饵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手段。记住，首要目标乌林野，次要目标女医青果。若无法活捉，则杀，制造混乱，耽误过早暴露。分散混入流民区，3日后老地方会合。从大河部落来的，路上不太平吧？去那边登记，会分给你临时住所和活计。谢大人。真手上有老茧。
但不像常干农活或打猎的，太干净，眼神也不对，盯着点。这几天新增的流民里，有人3行径可疑，这个猎人最可疑。他太安静，观察得太仔细，尤其是对您和青果医师的动向。城墙巡逻队报告，西段新墙发现谢薇的沟痕，很新，不是我们的人留下的，他们可能已经进来了。果然来了，全城搜捕。不，打草惊蛇，他们进来了就好。告诉那位外松内紧，对这几个重点怀疑对象暗中监控，摸清他们的联络点和同伙，尤其是这个猎人，他不是来杀人的，是来看的。他想摸清我们的底细和防卫漏洞，那我们就给他看一点他想看的。撤！掘地3尺也要把他找出来！见血封喉的毒果然是死士。他受伤不轻，跑不远，但他敢对青果下手，说明急了，或者这只是佯攻。我没能留下他，不怪你。此人身手远超寻常武士，他目标明确，行动果断，是专业的刺客。这次打草惊蛇，他要么孤注一掷，要么潜伏更深。告诉舒尔，重点搜查废弃房屋、地窖水道。我那里防卫在明松暗井，他真正的目标恐怕还是我。一切就绪。放箭，抓活的！既然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目标太明确，行动太规律。真正的刺客不会让自己轻易被摸清习惯，而且你太小看盐城的内卫了。带下去，仔细搜查，别让他死了。这是硝石、硫磺、木炭的混合物，虽然粗糙，但方向对了。白骨居然也在摸索这个。首领，大事不好！白骨联军已经集结完毕，人数超过1000，还包括铜山部落提供的上百名重甲步兵。他们打出除魔卫道的旗号，号称10大部落联军已离开白骨谷地，正朝我们开来。最慢10日内必到城下。舒尔，立刻派出所有信使，通知所有同盟部落，履行盟约，带齐人马粮草，3日内务必赶到盐城集合。同时，疏散周边所有散居农户入城，所有战士取消一切休假，进入战斗位置。民兵全部动员，分发武器，参与城防。灰皮工匠坊全力运转，生产弩箭，修补盔甲。那包黑粉立刻召集最可靠的工匠，在我指导下秘密试验，小心操作。青果，一炉储备所有药材，动员所有学过救护的人，准备接收伤员。诸位，10年前我们只有30人，住在山洞里，为了一口吃着的挣扎。今天
我们有了盐城，有了数千百姓，有了青铜利器，有了高墙深池。白骨想夺走这一切，想把我们打回原形，甚至亡族灭种。告诉他们，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，誓死守卫盐城。好，那就让这面城墙成为他们联军的坟墓，让盐城之火焚尽一切来犯之敌。盐城万胜！来了，比预想的还快。人数看不尽头，有大型的像房子的东西在移动，通山的重甲步兵在前，像移动的铁块。我们慌什么？人数多，吃饭的嘴也多，走的路也宽。传令，按1号预案，各就各位。盐城的蛮子听着，此乃对抗天兵、依附魔城之下场。大酋长仁义，再给尔等最后一次机会，开投降，交出吾与核心工匠自焚谢罪，其余人等为奴，可免屠城之祸；否则，城破之日，鸡犬不留。以此为例。白骨记，你率领受食人残害无辜，构陷同族，其罪当诛。盐城之地，乃我族人拼守兔族所建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尔等豺狼，要来便来，何必聒闹？你放！清理城下，厚葬同胞。告诉白骨，这就是盐城的回答。节省箭支，瞄准扛梯子的。攻击间隔约2刻钟。东南角攻势最弱，可能是佯攻。注意他们弓箭手的分布。呸！一群送死的炮灰！石崖首领，不是我们怕死，这人也太多了，城墙再高也……当初盟约怎么说的？同进同退。现在想跑可以，把吃的留下，自己滚出城去，看白骨会不会放过你们。盐城在，大家在，盐城破，谁也跑不了。再敢动摇军心，别怪我按法典处置。太险了，这雷火性子太烈。成了，这东西能炸开石头。威力还不够稳定，但方向对了。立刻收集所有硝石硫磺，秘密制作，但必须万分小心。至于外面的探子，风雨在，带人出去，把那对探子请过来，别弄出太大动静。不能让他们把怀疑坐实。
看你们的破木头能撑几下？重甲队压上去！弓箭手全力压制墙头，顶住！用石头堵门，快！不要停！刀扔，把他们烧回去！弓箭手，瞄准抬工程锤的脚。门要撑不住了！石崖，带你的人全部撤到第2道防线后，快！那城门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所有人撤！灰皮，点火，然后快跑！快，再快点！门要破了，杀进去！天罚，是天罚。乌的雷火。灰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乌说的没错，这真是天神震怒般的力量。乌，城门炸开了！条绳，敌军前队大乱。看到了，传令石崖，稳住瓮城防线，弓弩封锁废墟缺口，不许敌军冲入。传令风雨，指挥所有床弩弓箭，覆盖射击溃逃和试图重新整队的敌军。联军已胆寒，这是击溃他们的机会，但我军不得出城追击，谨防有诈。兄弟们，要脸上世人！用这些贱民的命去耗光蛮子的雷火和人心，等他们手软了，渐进了，我们再上。前进，后退者死！首领，这都是些老人孩子。白骨的畜生！被驱赶的各族兄弟姐妹，看看你们身后，
白骨的刀，砍向的是你们的后背。他们视你们如草芥，用你们的命来填沟壑。我严城不愿多造杀孽，扔掉步兵，伏倒在地，或向两侧逃离，可不杀。严城战士优先射杀督战队和白骨精锐。饶命！我是被逼的，敌人太多了。敌居人多，就可背叛同旁，将全城老幼送入虎口。法典第1条，叛族者死。执行。非常时期，用重法。严城与诸位盟誓在先，同生共死。若再有二心，这便是榜样。但若同心协力，守住此城，我林野以巫之名起誓，必与诸位共享太平，后代有功之臣。呜，东南方向地下有异响，可能在挖地道。是抛进来的死畜引发的热病，必须立刻处理，否则不用敌人打，我们自己就垮了。舒儿，带人找到地道大致方位，准备火油浓烟，等他们挖通一段就灌进去。告诉百姓，这不是天灾，是白骨的毒计，我们能防住。硝石快没了，剩下的材料最多再做3个大雷，或者20-30个小雷。做小雷，分散使用，灵活，也能制造更多混乱。我有个想法，把最大的一个雷让我来用。若能趁夜将大雷送入他们中军粮草或首领大帐附近。不行，太危险！你是我盐城工匠之首，不能去。正因为我是工匠之首，我最懂雷火的脾性，也知道怎么让他想在最有用的地方。石崖首领要守城，风雨要指挥弓弩，蜀尔要侦察，我最合适。让我为盐城再尽最后一把力，就算回不来，用我这把老骨头换他们粮草尽损，首领阵亡也值了。活着回来，这是命令。跟上，保护好灰皮大师。我去那边，你去那边，用小雷点火，动静越大越好。保重，大师。
鸡死了，粮也烧了，这仗打不了了。集结我们的人，慢慢往后撤。不能退，大酋长可能还要留你们白骨，自己留。我们要回去。战机稍纵即逝，灰皮大师用命换来的机会。敌军已乱，此时不出，更待何时？万一有诈呢？夜里出城，风险太大。没有万一，灰皮信我，我信灰皮。传令，石崖，集结所有还能战的重步兵、长矛手，由你率领出城击溃敌军前营。风雨，带所有骑兵和轻步兵绕行侧翼，追击骚扰抓俘虏，但不得孤军深入。舒儿，带人救治伤员，收允灰皮大师，我亲自为你们擂鼓。胜了！我们胜了！敌军已溃，俘虏数百，缴获无数。首领，这是名单。后代所有家属，他们的田税永免，由城邦供养；伤者不惜一切代价救治，他们都是盐城的英雄。恳请伟大的盐城巫首领恕我白骨先前之罪，此乃赔偿清单，望能平息贵城怒火，重开和平。不能信，等他们缓过来，必定报复。我们的人也打不动了，城也要修，地也要种。接受求和，但不是因为他们可怜，而是因为盐城需要时间。赔偿加倍，割地，按他们赔偿的，再往南延伸50里。同时，白骨需送贵族子弟10人来盐城学习，开放所有贸易。至于关税，由我盐城定。签订永久和平盟约，昭告周边所有部落，若答应，便罢兵；若不答应，我盐城将士尚可一战。我们赢了，以后这片土地我们盐城说了算。赢了这一仗，不代表赢了所有。我们失去了灰皮，失去了那么多好兄弟。赢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武器，更高的墙，更团结的人心。但武器别人也会学，墙别人也能建。这次是白骨，下次可能是更西边的大河，更南边的未知部落，甚至是来自海那边的敌人。那我能挺，所以我们不能停。墙要修得更高，但要最好的墙，不在外面，在这里。武器要更利，但更要让人不敢、不想对我们动武。灰皮用命换来的雷火要变得更安全、更可控，用在开山碎石建设上，而不是只有毁灭。我们流的血要让我们变得更聪明、更强大，而不是更残忍、更封闭。盐城的路还很长，但至少我们从今天起可以稍微喘口气，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建造那个能让所有人安居乐业、不惧风雨的城昌了。躺在这里的
是盐城的脊梁，是我们的亲人。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脚下的土地、头顶的天空。我们缅怀，更要前行。从今日起，每年此日为英魂祭，全城同祭，永志不忘。阵亡者家眷由城邦奉养终老，子女优先入学授业。盐城不负英雄，亦不负英雄之后。这是开山雷，这是通衢雷，这是信号雷。用这个开矿比我们挖1个月还快。记住，火药是双刃剑，守则第1条，安全高于一切；第2条，严格控制产量和使用，记录在案；第3条，未经许可，严峻用于战争，除非生死存亡。我们要用它来建设家园，而不是毁灭。知识不能只靠口耳相传，把这些记下来，一代代传下去，不断修正补充，盐城的文明根基才能越来越厚。凭什么他们指挥我们干得多，吃的还一样？我们不是奴隶！你们偷懒，耽误采矿进度，反了你们，全部抓起来！都住手！石崖，收剑！从今天起，没有奴隶，只有劳作民。你们开出的矿、修建的路，最终会让你们和家人过得更好。权利与义务对等，想吃饱穿暖，就要付出相应的劳动。有没有问题？听吴的，谢吴公正，我们愿意试试。我觉得盐城和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他们没把我们当奴隶关着，反而教我们认字、医术，甚至那些神奇的知识。那个巫，他看我们的眼神和季大酋长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。可他们是敌人，杀了我们那么多人。是季大酋长先要灭他们全族。你们不觉得盐城人过的日子比我们白骨大部分平民更有希望吗？至少在这里，靠努力，似乎真的能改变什么。至少在这里，我们还能学东西。秦国老师是真心教我们，在白骨，我们这些旁支连字都不让认全。西边的大河联盟由数十个城邦部落组成，以贸易和农耕为主，有成熟的类似于象形的文字形成，还有历法。但联盟内部也非铁板一片，有竞争。在大河联盟更西的草原，传闻有强大的骑马的游牧联盟劫掠成胜，大河联盟也深受其扰，正在加强防御。吴首领，大河联盟邀我们参加百商大会，获取稀有物资的好机会，但他们希望加深盟约，共同应对骑马的灵群。骑马比我们的驴车快很多，快如疾风，来去如电，但是非常麻烦。百商大会必须去，不仅为贸易，也为看清世界。骑马的威胁记下来，我们需要更好的逮捕和防御。守好家，若有急事，用信号雷传讯。对白骨保持压力，但暂不刺激。吴放心，一路小心。这个脚踏车的想法拿去试试看，马匹驯化是重中之重。林野屋，欢迎来到泽。百商大会3日后开始，盐城的宝物定能大放异彩。多谢使者安排，我们对大会也充满期待。这城太大，人也杂，我们人手少，得格外小心。我们是来交朋友、开眼界的，但也别忘了，我们带着盐城尊严，不惹事，不怕事。要架这光泽，这纹路，比我们最好的匠人做的还好。天啊，一点苦味都没有！这盐是雪花做的吗？早就听苍使者盛誉东方盐城巫的贤明与技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下无虚。这些宝物令人大开眼界。城主过奖，我盐圣从他圣宫
略有心得。此次前来，正是为学习交流。林野屋明人不说暗话，贵邦技艺惊人，若能与我大和共享，东西合璧，必能称霸这片大地，何必固守一隅？城主，盐城所求，无非安居乐业，与友邻共荣。称霸非我所愿，技术如水，可载舟亦可覆舟。我愿与贵邦交流互鉴，但需以对等互利为基础。我助您提升青铜品质，您助我完善农时水利，百姓皆得食户，岂不更好？吾所言也有道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不过贵邦的盐和青铜器，我责成愿全数包销，价格好说。还有谁敢上来比力量？比力气伤和气，不如比射箭，如何？贵邦真是人才辈出，雕虫小技让城主见笑了。邪索！此乃责成少主，岂容你等蛮夷用刀斧加身，定是妖术。可是其他医师都说没救了。我需您的许可和干净的房间、热水，我的药箱。我以盐城屋之名起誓，清果医师尽得我真传，救或有一线生机，不救则必死无疑。如何抉择在你们，但若有人阻挠救治，便是与盐城为敌。好了，接下来按时换药服药，能否挺过看今夜。谢神医，谢盐城屋救命之恩。怕少主御医被救活，显得他无能，也怕盐城的医术扬名，影响他的地位。跳梁小丑，人扣下，证据留好，暂时不要声张。多谢城主，感谢祁御医关心少主病情，甚至派人协助清果，协助其。只可惜派来的人笨手笨脚，已被请去休息了。大胆御医，竟敢谋害少主，破坏友谊邦交！来人，将老御医下狱，明日问斩。多谢城主御下严谨，才让这场误会没有造成更坏后果。愿盐城与大和友谊如大河之水，滔滔不绝。林野屋深谋远虑，兰佩某就依吾所言，互派学者，互通有无，愿永为友邻。这次我们赚大了，是赢了这一局，但兰此人能屈能伸，是枭雄。合作可以，信任需谨慎。回家吧，把这些收获变成盐城真正的力量。这个线细不好，怎么做到的？这里要转得快，线要提前泡软。诸位，从今天起，没有大和工匠、盐城工匠之分，只有盐城工匠坊的工匠。你们的目标是用你们的双手和头脑，让盐城的布更暖，田更沃，城更坚。铁心，你负责协调，有争执找我，但记住，谁能拿出更好的东西，谁就有理。看，如果我们把大火星黄昏时在东南方出现，作为夏至的星象基准，但用我们本地酸浆草果实变红作为物豪验证，再把北斗柄指向，这样两个历法就对上了，误差很小。你怎么想到的？因为你没有固守任何一方的权威，而是用眼睛去看，用脑子去想，去寻找背后的规律。好，木盒，由你牵头带领他们，在1年内完善这部新历法，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。是，吾。哇，是啊。吾，这部一上市，大和商人肯定想方设法搞清知法，还有那些历法、水车改进。石崖，你记得我们当初怎么赢的白骨吗？不是因为我们有更高的墙、更好的青铜，甚至不是最后的雷火，而是因为我们有不断造出更高墙、更好青铜、更安全雷火的人和脑子。技术是守不住的，你能做的
是让自己跑得更快。大河想学织布，可以拿他们的染色技术、漆器技术来换；想学水车，可以拿他们能车布里经验更大的船来换。我们不怕别人学，因为我们有智者之屋，有季和铁心这样的年轻人，有不断探索新知识的风气。今天的新部，明天可能就是水磨坊、水排，只要我们一直在前进，就不怕被追赶。当然，核心中的核心，比如雷火的终极配方，某些特殊冶炼法，必须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，分级管理。但大多数技术流通起来，才能让整个文明进步。而我们要永远做领跑的那个。五，白骨暗流涌动。这信要不要扣下，或者敲打一下季和？不，信照给，暗中观察他的反应。是人是鬼，总要有个分晓，不要惊动他。大人，他们让我今晚带人烧仓库、杀监工，我不想再回去过以前的日子了。做得对，乌说了，弃暗投明者有功。你的家人我们会接来盐城。白骨王我知心不死，但内部已非铁板一块。这次未遂暴动，反而帮我们清洗了不稳定因素。告诉舒尔，加大对白骨内部情报的渗透。五，白骨是我的出生之地，我愿他好，但我知道，他过去的路是错的。盐城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我不想背叛家族，但我更不想背叛我亲眼所见、亲身所感的对。请给我一个机会，为两地的真正和平做点事情。你的心，我看到了。这个任务危险且难以界定忠诚，你可能会被两边误解，甚至牺牲。你可以拒绝，我不拒绝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好，记住，这条线只有我、你、舒尔三人知晓，一切行动听舒尔安排，安全第一。你不是间谍，是和平的种子，但愿它能发芽。西方草原的游牧联盟大举东侵，以突破大和联盟数道边境防线，劫掠越数个城邦，兵锋直奔泽城。大和联盟紧急动员，并向所有盟友、贸易伙伴求援，请求盐城伸出援手，希望盐城能提供大量青铜武器、剑秘，特别是雷火，卖，高价卖，用他们的粮食、布匹、女人来换。等他们打败了，我们就是最强的。糊涂！大和要是垮了，那些骑马的狼会放过我们这块肥肉吗？隔着千里，他们都能来劫掠。必须帮，但要帮在关键时候。都别吵，援一定要援，但不是卖，是借。我们要让蓝知道，雪中送炭的是盐城；我们要让游牧知道，大河背后站着一个他们看不懂、惹不起的邻居。战争不一定非要自己流血。风雨在，你带队挑最机灵、最能学的，记住，你们的眼睛比你们的手更重要。安全回来。把游牧怎么打仗，大河怎么守城，都给我看明白，记清楚。遵命。头里讲，我就快打，好不？白骨助战派与铜山部落接触频繁，似在等待西方变局，蠢蠢欲动。下令让舒尔通过季和的渠道向白骨新酋长无意透露。盐城正在大规模支援大和部落，且军力强盛，物资充裕，迫使白骨新酋长施压遏制助战派。西边打起来了，南边也不安生，这太平日子真短。居安思危，方能长安。被动等待和平，不如主动塑造对我们有利的局势。让风雨去西边看住狼，我们在这里盯紧南边的柴。告诉将士们，弦可以绷紧，但心不能慌。盐城经得起风浪。
就是他们，像狼一样，打不过就跑，一回头又来了。骑得快，射得准，本甲胄简陋，攻坚能弱。传令，加快速度，天黑前必须进入泽城。笨蛋，风雨！天佑大河，谢严城义柱。那是什么？打雷了吗？记下来，有木扇骑射骚扰，虚民攻城；有简易攻城器，惧怕巨响和未知武器。大河守城严密，但缺乏反制骑兵手段。风雨将军，此战多亏贵邦神兵利器，望归告林野屋，大河与盐城永为兄弟之邦，一定带到。愿和平永驻。风雨将军，请转告乌，狼退了，但狼记住了雷霆的声音。有些人感激之后，便是琢磨如何把雷握在自己手里，小心。谢使者提醒。乌常说，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豺狼来了有弩箭，盐城不怕。总之，游牧来去如风，但攻坚乏力，怕巨响和未知。大河守城将士兵马充足，但是进取不足，且对雷火已生贪念。风雨辛苦了，你看得很准。游牧是外部的狼，大河是身边的虎，合作可以，同床异梦也要防。铁心，研究风雨带回来的游牧弓箭样本，看看我们能做得更好。另外，马匹驯化进度如何？回屋，抓到的几匹野马已初步驯服，但离组成骑兵还差得远，而且我们的人不善骑马。不急，先建马院优选2种，挑选机灵的少年开始学骑射，弩箭的改进优先。四手处境竟危哉，求乌施以拒守，不必明战，但求乱其部署，除其首胜，集合气血再败。机会啊，乌！趁机把白骨助战派和铜山都收拾了，派一支精兵伪装成盗贼。不，我们不能直接派兵越境，授人以柄，但我们可以让铜山部落自己乱起来，去不了白骨，也顾不上找我们麻烦。舒尔，让你的人把水搅浑，要快，看起来要真。重点是让黑石部落相信铜山主力外出，正是他们报仇夺回旧矿的良机。明白，保证让他们打起来。让狗咬狗，等铜山自家后院起火，自然顾不上白骨。若能趁机清理门户，是他的本事；若不能，我们再以调解或防止战火苗览为由，陈兵边境。石崖，新领地的防御悄悄加强，做出防备铜山偷袭的姿态，但不要主动挑衅。风雨，你的队伍休整后，秘密移防南线，听候命令。是。首领，不能再走了，黑石人已经打到边境了，家里人心也夹好的鬼，还有黑石竟敢趁火打劫！传令，前非改道，先跟我回去灭了黑石，再去大河。你和严成武勾勾搭搭，以为没人知道吗？你才是白骨的罪人！乱臣贼子，死到临头还要污蔑，杀！还有谁敢背叛白骨，与此料同罪？继续搜。铜山和黑石真打起来了，规模不小。白骨素动手了，但季和少爷那边，季和暂时应该安全，素还需要他这条线，让石崖他们动静搞大点，给色撑腰，也告诉周边部落，盐城边境不容侵犯。伟大的盐城屋，
黑石蛮子背信弃义，偷袭我部，恳请贵城念在邻里之情，主持正义。我部愿献上青铜100斤，以求庇护。哼，主持公道可以，但我要的不是100斤青铜。想要调节停战，可以。条件一：铜山部落需割让2处富含小型铜矿的山地。2、赔偿因次挑动与张额白石的罪魁祸首，以及交出之前勾结白骨助战派的奸细。4、与盐城白骨签订永久互不侵犯条约，并送质子入盐城。答应这些，我以盐城巫之名，保证黑石退兵，并担保你部族老弱安全。不答应，那就看是黑石的刀快，还是我盐城的努力。是，小人一定把话带到。去，让黑石也知道，跟着盐城有肉吃，跟着铜山一条道走到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望盐城屋信守承诺。自然，贵部世子我们会好生照料，愿从此边陲安宁。盐城屋手段厉害呀，以后都小心着点儿，但跟着他好像也不亏。你做得很好，没有你，白骨被或许已陷入内战，或被铜山吞噬。但正因如此，你需要离开，去盐城吧，那里有更广阔的天空。记住，你永远是白骨的儿子，但你的路在盐城。谢首领，四河谨记。回来了就好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你的才智应该用在更重要的地方。那部新历法还需你多费心。谢无收留，木河定当竭尽所能。盐城不再是部落，而是城邦。管理城邦不能只靠一个人的智慧，需要制度，需要法律，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监督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共同努力，让盐城不仅强大，而且公正、有序、文明。现在还有什么能威胁我们？安逸，安逸，自满，看不见的敌人和我们自己。石崖，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。我们要建的不是一座城，是一个文明，一个能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挺立的文明。